你知道取名字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吗？老辈人都知道，名字里面不能带有鬼或者跟鬼有关的任何字，这些字的阴气都太重，八字不够硬，根本扛不住。这些东西我爸也知道，可他却仍然给我起了个带鬼的名字张奎。而且我爸这个人很怪，别人家院子都是四四方方的，我爸却把院墙修成了圆形，从远处一看，我家就像个土坟包一样。为此，村里人都把我家叫张家坟。那年村里来了一个风水先生，说我爸是不懂装懂，修了个乾坤照月的风水局，是给自己修坟墓碑，早晚得断子绝孙。我爸出去就给了那人2个耳刮子，还差点跟人打起来。从那以后，村里人就更不爱跟我家打交道。不过我爸也不在乎，他本来也不怎么跟村里人说话，也很少出家门，整天窝在家里养鸡。别人养鸡最多养2只公鸡，而我爸却养了一院子的公鸡，就是没有母鸡。人家都说养了5年以上的公鸡就不能吃了，可我家那些鸡也不知道养了多少年了。而且我爸养了一院子的鸡，从来不给我做着吃，还把我的头发、指甲喂鸡。我从小就没在外面剪过头，都是我爸自己动手给我理发。每次把头发剪下来都用黄纸包好，还拿朱砂笔做上记号。剪下来的指甲盖也必须给他，少了一条他都能找上半天。每到阴历15的时候，我爸就把我的头发和指甲合在鸡饲料里喂鸡。我问过我爸为啥要拿我头发喂鸡，他说我属鸡的，把我头发夹里头鸡吃了长得快。可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后来我悄悄观察过他2次才知道，原来我爸每次用我头发喂了鸡之后，都会把公鸡抓出来往后院的水潭子里扔。而我爸大概1个月往水潭边上去2、3回，每次都往里扔一只活鸡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的鸡平时怎么抓都抓不住，可是一到水潭边上就打蔫了，像是认命了一样，任由我爸把它扔进水里。至于公鸡落水之后怎么样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而我爸每次把鸡扔下去之后，他就在水潭边上守着，一直盯着水里看，有时候能站上个把小时，有时候看个几分钟就回来，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看什么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爸一直重复着养鸡看水这2件事，一做就是10多年。直到我15岁那年，那天刚放学回家，就瞅见我爸黑着脸满屋乱转，时不时还得往电脑那边瞄，那眼神就跟电脑是他仇人似的，恨不得冲上去直接把他给砸烂。我大气都不敢出，偷摸往那显示器上瞟了一眼，居然是条3天后会出现血月的新闻。当时我爸跟疯了似的原地打转，压根没发现我都进屋了，直到我喊了他一嗓子，他这才红着眼珠子转过身。长这么大头回见我爸在那儿抹眼泪，爸，你这是咋的了？我刚想伸手去拉他，没想到我爸一把死死攥住我手腕，紧接着就背过身去。我也看不清他在那儿鼓捣啥，就感觉手指头传来一阵钻心的疼。我拼了命的想往回抽手，可我爸那手劲大的根本挣不开。等我好不容易把手抽回来，才发现手指头正滋滋往外冒血。我爸把我不光扎破了，还使劲儿往外挤了好几滴血。我这一脸懵逼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爸语速飞快的跟我说：“赶紧收拾东西滚回学校。不对，别回学校，你自己随便找个旅店住，只要是旅店哪家都行，千万别跟任何人提你在哪儿。”我彻底让我爸给整不会了，好端端的让我去住啥旅店啊？还没等我开口问，他紧接着又嘱咐我，进旅店之前，先找个澡堂子搓个澡，身上的衣服统统烧了，一件都别留，重新买套新衣服从里换到外，洗完马上就得穿上。在这身新衣服换好之前，必须把这个布包揣兜里。我爸硬塞给我，那布包里也不知道是啥，闻着像是一股樟脑球的怪味，细闻又觉得不太对劲。我这边手刚接过来，我爸就把我书包一股脑全倒空了，边往里塞东西边跟我交代，只要住进店里，门窗都给我关死，死等我去找你。要是我上午9点到了，你就跟着我走，要是大半夜听见我有动静，打死都别开门，就在屋里给我憋着，必须等到大中午再出门，按笔记本上的地址去找个人，那人是你亲大爷，只要见着他，往后的事他就能给你安排明白。去你大爷家的路上碰上啥玩意都别怂，真要是有人想抓你，别管那是谁，掏出这把刀就给我往死里扎，扎完撒腿就跑。记住千万别往黑影里钻，阴影里要是有动静，你理都别理，看着那种人躲远点就完事了，听明白没？我当时脑子一片浆糊，爸，你这说的都是些啥啊？我咋一句听不懂？还有你半夜找我，那是啥意思？我爸强忍着没哭出来，摸着我脑袋盯着看了半天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往门外推。记住我说的话，赶紧走，找着你大爷，他会告诉你咋回事。
千万要听话。我刚被推出门外，他反手就把大门锁了，怎么叫都不给我开。没辙，我只能听我爸的，连夜赶到镇上车站，找了个旅店住下。住下之后，我这心里慌得不行，总感觉要出事儿。我爸特意嘱咐让我洗个澡，把衣服全换了。可我到镇上都晚上9点多了，那年头镇里也不发达，连个夜市都没有，我上哪儿买衣服去？我在大街上转了好几圈，除了寿衣店就没个卖衣服的地儿，实在没招了，只能先洗个澡，把我爸给那布包塞进自己衣服里。我爸交代的事儿，我这才算完成了一半，也不知道我爸啥时候能来。我是越想越害怕，总觉得有个我看不明的东西正悄没声的往我身边凑，可我又能干啥呢？只能在旅店里干等，等天亮看是个啥结果。我在旅店硬生生挺了一宿，第二天大中午也没见我爸影儿。我爸既然没来，我只能听话去找我大爷。票我都买好了，结果在车站被保安给截住了。车站冷不丁多了个安检，保安把我爸给那防身刀给翻出来了，非说要没收。我当时就急眼了，我爸统共就交代这么几件事，衣服我也没换成，刀要是再让他收了，我还咋往镇外头走？我冲上去就想把刀抢回来，反手就被保安拎进了保卫科。保安本来想报警，车站领导却发话了，小屁孩一个报啥警，教育教育，让家长来领人得了。我在保卫科一直坐到快天黑，有个保安进来喊了一嗓子，那个谁家小孩赶紧出来，你爸来领你了。我顿时就愣住了，我爸咋知道我让保安抓了？我跟在保安屁股后头走出来，就看我爸站门口办手续呢。我上下这么一打量，就知道那根本不是我爸。我爸从来不穿那下地的胶鞋，那人不但穿着双破胶鞋，鞋面还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全是水，那手也像被水泡囊了似的惨白。我刚从屋里探头，那人正好回头看我，张奎，我带你走。我瞬间打了个冷颤。老人都说过，正常来接人，没人会说带你走，只有死人找活人才会这么说话。我吓得连连后退，他不是我爸，我死也不跟他走。登记那保安也愣那了，拿着户口本、身份证对了好几遍，这不是你爸还能是谁？赶紧跟他回去。他真不是我爸。我往后躲的那功夫，才发现那人正好站在阴影里头。那人嘿嘿一乐，张奎，过来啊，我来带你走了。我爸千叮咛万嘱咐，见不着光的人不能跟，这人不就在阴影里站着吗？送我出来，那人是保卫科长，他瞅了眼门口那人，才说道：你先搁外头等着，我跟孩子聊两句。那人答应一声，退到墙根底下，揣着手蹲那儿了，看着像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可他蹲那地儿正好是墙角阴影，他那是躲在阴影里堵我呢。我跟在科长后头往回走，连着往他那边瞄了两眼，第二次回头那一下，正好撞见那人抬头看我，那眼睛里一点光都没有，分明就是双死人的眼睛。我吓得赶紧钻进办公室，科长坐我对面。你咋不跟你爸走呢？那不就是你亲爹吗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咋解释。科长倒挺和气，坐那儿开导了我半天，我才把我爸撵我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。科长笑呵呵听完了，这才慢悠悠地说：你爸让你换这身行头，是想掩盖你身上的味儿，怕有人闻着味儿找上门。你昨晚既然没换衣服，找你的人昨晚就到了，不过你身上带着把刀，他不敢硬来，就等你上车那会，把你那刀给收了。科长压低了声音：你自己仔细琢磨琢磨，带你回来那个保安有啥不对劲的地方没？我脑瓜子顿时嗡的一下，那保安带我走那会儿，我光心疼那把刀了，根本没注意他有啥毛病。现在细寻思，那小子把我带进保卫科的时候，始终贴着墙根阴影走，进屋以后也是站那儿接我那人的地儿，那块正好晒不着太阳，我这身上正发冷呢。对面保卫科长冷不丁来了一句：那你看我哪块不对？我猛一抬头，正撞上他那眼神，对方正冲我阴笑呢。黄豆大的水珠顺着帽檐滴滴答答往桌上掉，没一会儿功夫，桌上的水就奔我这边流过来了。我吓得两条腿直发软，想跑就是站不起来。对面那人死盯着我，一动不动。张道峰胆子挺肥啊，敢来动我，他敢碰我，我就搞他全家。你今天是跑不了了，乖乖跟我走吧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只要到了绝路，脑子就转得快。那个时候，我脑子里冷不丁冒出个想法，他既然都来了，为啥一直不动手抓我？我身上绝对有他不敢碰的玩意，是我爸让我揣兜里那布包，那玩意儿肯定不光是盖味儿用的，我身上有那股怪味儿，他才不敢碰我，要不然在车站他早就把我拽走了。这下子我心里稳当多了，扭头就开始打量这办公室。办公室大门关得死死的，窗户倒是开着，我要想跑，跳窗户是最快的。我刚想起身，立马又坐回去了。那人开着窗户，是不是故意引我往外跳？窗底下是不是藏着啥东西？我往窗户那边瞄了好几眼，对面那人突然拿腿顶了下桌子，桌上的积水直奔我就过来了。我下意识猛地起身，撒腿就想往大门跑。我这身子还没动，对面那保安就把头抬起来了，那眼珠子跟血染了似的，
直勾勾盯我脸上。挺机灵啊，你跑不出去的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外面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这人咋没气儿了？赶紧叫救护车！这人哪来的？叫张道峰！”一听有人喊张道峰没气了，我发了疯似的拍门大喊：“那是我爸，那是我爸！赶紧叫救护车，他心脏有毛病！”屋里坐着那家伙也没料到外面会出乱子，也就愣神的功夫，我就拽开门跑了。我跑出去的时候，车站里头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我特意往人堆里挤，站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想要往外走。办公室堵我那个保安不知道啥时候站门边阴影里了，耷拉着双手冲我不停冷笑。我不敢往门边靠，只能缩人堆里等救护车。救护车一到，医生本来不让我上，我直接扑尸体上嚎啕大哭。护士看心软了，才让我上车。我扒着车门刚要上，耳边冷不丁传来一声冷笑：“你信不信我一会还能回那死人身上去？”那时候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手忙脚乱爬上车，坐在了门边那座上。等车一开，我才回头看大门口，那保安还站那儿没动窝，只不过身子扭过来了，门边露出一只眼睛，抬手往车里指，指的就是车里拉的死人。到了这回，我才仔细看那尸体，那五官早就变样了，根本不是我爸，但也确实是村里人，具体是谁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这才算松了口气，我爸没死，肯定能来救我，我只要撑到我爸来就行。我坐车里一会儿看看尸体，一会儿看看旁边护士，那家伙说要上来，肯定得从这两人身上冒出来。我正盯着他们脸看呢，救护车猛地提速了，我隔窗户往外瞄了一眼，心里猛地一紧。镇里我虽然没来过几次，但是记录特别准，救护车跑偏了，前面不就是隧道口吗？这要是一进隧道，车里黑咕隆咚的，谁知道那死人能不能从车里坐起来？车里俩护工同时回过头，阴森森冷笑着盯住我的脸。那时候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拉开车门直接就跳下去了。我在马路连滚了好几圈才停下，后面汽车一个急刹车，差点没压死我。我扶着车头爬起来，顶着司机骂声，一瘸一拐往路边跑。到了这会儿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我就算顺大路跑也跑不了多远，天只要一黑，追我那玩意儿就没顾忌了，我跑哪儿都得被他追上。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，更不知道该咋办，寻思来寻思去，脑子里就剩我爸那些话。那些事我昨天没办成，今天再办一遍，看看能不能躲过这一劫。我都已经被拉到镇里头了，再往商场跑肯定来不及，就算跑到了，还得是昨天的结果。我心一横，钻进了旁边的兽医店。老板，给我拿套兽医。老板刚要关门，看见个满脸是血的孩子冲进来拿兽医往身上比划，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地上。我也没管他啥反应，拿了套差不多的兽医，直接在店里脱衣服，套上兽医，拍钱在桌上就往外跑。等我从兽医店出来，天都快黑透了，离旅店还有老远一段路。我穿兽医拦了几次车，没一辆敢停的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，一头扎进路边那个土地庙里。我爸告诉我的事是躲屋里，门窗全关死，谁叫都不出。土地庙好歹有个门，我只能试试在这儿能不能躲一劫。东北这旮沓的土地庙不像别处，能进去人就算大庙了。我挪开供桌顶，上门贴着供桌就坐下了。没过多一会儿，外面的天彻底黑了，墙缝里冷不丁闪出个红点，瞅着像有人蹲外头，用只眼睛顺着墙缝往里瞄。我一下坐直了。你以为躲庙里就能躲得开我了？我告诉你，庙可不是一般地方，没神的庙里只能住鬼。等一会儿庙里的鬼回来了，你死得更快。我瞬间打了个寒战，庙里住鬼这事儿我早就听人说过，我刚进来那会儿就没瞅见桌上有牌位，这就是个空庙。天刚黑，庙里的鬼不出门，这要是过一会儿，有些事吧你就不能想，越想越害怕。我不想还好，一想就感觉后背发凉，就像有人蹲供桌上看我似的。庙外面那人还在那儿说，一会儿起风了你就知道了，天吹风是一阵一阵，鬼吹风是一下一下，你好好感觉感觉，有没有啥东西搁你边上吹风。他不说还好，他一说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头发正一下下往起撩，我感觉没错，我身后确实有人就蹲供桌上往我头顶吹气呢。我身子刚绷紧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不对呀，他都把我堵庙里了，为啥还是不敢进屋？他怕我身上那包东西，那包东西的味道肯定有时间限制，只要气味散了，他就能进来了。这破庙四处漏风，外面人是想骗我别动弹，好让风把包里气味吹散。你怕这个是吧？老子现在就把它吃了，我看你咋抓我！我也没来得及看那包里到底是啥，拆开那白布包就往嘴里倒。那东西刚一进嘴，我才感觉像是几颗珠子，那玩意儿就跟抹了油似的，不用我使劲咽，自己顺着嗓子眼就滑下去了。我一把扔了布包，指着墙头大骂：“你他妈有种就进来抓我！”外面人愣了几秒，突然哈哈大笑：“好小子，
你真有种，啥玩意都敢往嘴里塞。张道峰抓了一辈子鬼，没想到自个儿子成鬼了。要是他还活着，真想看看他能不能亲手活劈了你。我没太听懂他这话啥意思，但我听懂了一句，他说我爸死了，我当时差点没昏过去，那人还在那儿笑个不停。小子，你要是还没死就回来找我吧，这辈子要么我杀你张家满门，要么你就来杀我们。我这还没搞明白咋回事，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，疼得我钻心挠肝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昏死在土地庙里。等我再醒过来，刺眼的阳光正顺着墙缝往庙里照，我第一眼就看见个中年汉子坐在阳光底下，墙缝漏进来的光像2把刀插在他肩膀上，那人却好像感觉不到刺眼似的，盘腿坐在光影里，迎着光，不知道在那琢磨啥。我刚动弹一下，就听对方冷不丁来了句：我在想咋处置你。那人一转头，我才看清他那张脸，脸上3道大疤斜着劈下来，半张脸都毁了。冷不丁瞅上一眼，想不害怕都不行。那人死盯着我说：你叫张奎张道峰的重，我叫封万里，是你爸师兄，你爸让你找那人就是我。我第一反应不是上去认亲，而是偷偷往后挪了几步。这人来的也太巧了。封万里好像没看见我那小动作，自顾自地说：我现在正琢磨到底该不该杀你。你这体质命格本身就至阴，现在又穿着死人寿衣，还在这种极阴之地吞了鬼王舍利，等于把自己命卖给了阴间。你现在活着也是个鬼，按理说我该杀你，可是你阳寿还没尽，人身子也在，你毕竟还是个人。我现在杀你，只能说是未雨绸缪。如果你不是张道峰儿子，我会毫不犹豫宰了你。可偏偏你还得管我叫声大爷，所以我很为难。我死死盯着封万里，一声没吭。自从昨晚吃了那鬼王舍利，又昏死一回之后，我好像变了个人，起码对死啊活啊的没那么害怕了。封万里摸出一枚铜钱，随手扔给我。杀不杀你，看老天爷意思，你自己选正反，自己扔铜钱，生死有命。我一脚踢飞那铜钱，你真是我爸师兄。封万里来得太邪乎，比昨天追杀我那玩意儿还要突然。起码我爸还提醒过我会有东西来找我，可从来没说过会有个大爷来找我。从小到大，我爸提都没提过我还有个大爷。如果我爸跟他没仇，为啥从来不走动，甚至提都不提一嘴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俩没矛盾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人。突然蹦出个人说是你爸师兄，我就能信吗？封万里扫了我一眼，要么跟我走，要么我现在就要你的命。说完头也不回走出了土地庙。封万里要是昨晚想杀我那只鬼，我想跑也跑不掉。如果他真是我大爷，那我也没必要跑。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在封万里身后往隧道那边走，一直走进隧道里，封万里才又开口：你敢跟我进隧道吗？我脚底下稍微顿了一下，还是硬着头皮跟上去了。封万里边走边说：隧道这地儿阴阳交界，人走的，鬼也走的，你走路小心点，别撞着身边那些躲太阳的朋友。封万里这话说完，我下意识往旁边瞟了一眼，好在啥也没看见。封万里却冷不丁来一句：你回头瞅瞅。我猛一回头，就看见隧道口那蹲着个人影，正趴地上闻司机扔那烟头呢。我刚回头，那玩意儿好像知道我看他，突然抬起头，冲我嘿嘿一笑，就不见了。我这还没缓过神来，就听封万里说：你现在算他们同类，走哪儿都能看见他们。人能见鬼不是啥好事，鬼会求人办事，你要是不办，没准他就赖上你了。封万里话音刚落，刚才蹲隧道口那主就从我边上冒出来了。有烟没？上根烟抽呗，你点着放地上就行。我身上还真带着烟，上初中那会就背着我爸偷摸抽，烟就藏贴身兜里。我赶紧掏出一根点上，放在地上。那东西使劲吸了2口才说：前边下水道有人，他求你啥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顺着他手指头看过去，那边确实有个黑黢黢的井口，井沿还在往外冒寒气，乍一看就像有人趴井口那喘气。我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，封万里却大步流星走到了井口边。鬼求人办事都会给点好处，你给了刚才那鬼一根烟，他才告诉你小心井口。鬼求的事越大，给的好处越多。你想不想试试这井底下的鬼能给你啥？保不齐能帮你杀了我呢。我试探着往前挪了一步，又缩了回去。封万里似笑非笑盯着我：是不敢去，还是不想跟鬼做买卖？我摇摇头，都不是。如果下水道那鬼能杀你，他求我的事我肯定办不到，而且他也杀不了你，要不然你也不敢站那儿。聪明，
风万里转身往隧道边走，我紧紧跟在他屁股后头。路过那井口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个女人哭声：“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！你能看见我，只有你能帮我，我死得冤啊！没人替我伸冤，你帮帮我，求求你帮帮我！”那女人哭得揪心，我却低着头紧跟风万里往外走。眼看就要走出隧道了，那女人突然喊道：“你现在帮不了，以后能不能帮？你是唯一能看见我的人，除了你谁也帮不了我。”我脚下顿了一下，立马加快了步子。那女人尖叫起来：“你连句痛快话都不敢给吗？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肯定不得好死！你等着，等你再走这条道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”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只看见一双满是怨毒的眼睛。风万里这会儿却乐了：“你想杀他？”风万里没等我开口，自己就说了：“你对自己几斤几两挺清楚，知道能干啥，不能干啥，也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给承诺，还没傻到到处冲大侠。”风万里突然厉声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想不想杀他？说实话。”想，我这真是实话。我能见鬼，可没本事帮鬼，自己能不能活过今天都两说。凭啥给人承诺？那女鬼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我，确实给我惹毛了，甚至动了杀心。风万里冷笑一声，转过身：“跟我走，你要是落下10米，我就宰了你。”说完往前迈了一步。风万里这就平平常常一步，却跨出去5米多，再迈一步，肯定把我甩出10米开外。我刚一愣神，心里就一阵发慌，那感觉就像被毒蛇盯上的耗子，想跑腿都不听使唤，只能哆嗦着等毒牙咬断喉咙。风万里冷笑间再次抬腿，我在他脚还没落地那一瞬，拼了命往前冲，死死跟在他身后。那时候我只知道一点，不跟紧，他肯定得死他手里。跟着他走，没准还能找机会跑。前头的风万里听见我跟上来了，笑了一声：“聪明。”脚下更快了，我一路狂奔跟在他身后，始终没敢掉队。我都来不及想自己咋跑这么快，就被风万里带上了回家的路。一直快到村口，风万里才停下，抬手抓向路边的大石头。1人多高的大石头在他手里跟豆腐渣似的，生生掏出个窟窿。风万里手一紧，手里的石头就像细沙子一样，顺着指缝哗哗往下流。风万里淡淡道：“快到家了，你可以试试喊救命，要是有人来，你就能趁机跑了。到家门口之前，你有的是机会。”风万里边说边回身拽住我手，拉着我往家门口走。我俩刚进村口，正好跟村长走了个碰头。村长上下打量风万里几眼：“张奎，家里来且了，这谁呀？”我张了张嘴，最后只憋出一句：“我爸同学，我今儿去县城接的人。”哦。村长也没多想，应了2声就走了。我想活命啊，但是我不能为了自己活命祸害乡亲。真要喊人，乡里乡亲就算跟我家不对付，也不能眼瞅我让人抓走。可是谁能挡住风万里那一爪子，让我踩着乡亲尸体逃命？我做不到。风万里把我拽到家门口，只是轻轻拍了下大门，我就听见里头门栓嘎嘣一声断了，大铁门缓缓开了。再看见自己家，我差点哭出来。我爸肯定不在家了，以前只要门一响，他准出来接我。这会儿门栓都断了，也没动静，他能去哪儿？风万里淡淡道：“找你爸去吧。”我顾不上管风万里，撒腿就往屋里跑，里里外外转了一圈，最后跑到后院水潭那儿。水潭这会儿干了，就剩个冒寒气的大坑。我顺着坑边滑下去，才看见石壁上有扇铁门，大门后头就是个10平米的小石洞，里面空荡荡的，除了我爸平时挂脖子上那吊坠，啥也没留下。我在洞里转了好几圈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那吊坠我爸拿命护着，碰都不让我碰。现在吊坠扔这，人却没影了，我爸肯定是出事了。我正不知咋办呢，风万里在坑上面喊了一嗓子：“你是打算住坑里啊？还不滚上来！”我抹了把眼泪手脚，并用爬上来。风万里却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就是你仇人，可你没本事杀我。我现在给你2条道，一是跟着我学我本事，将来回来杀我；第2条道就是我现在宰了你，送你去跟张道峰团聚，你选哪条？”我咬着牙说：“我要杀你。”很好。风万里背着手：“想报仇，你先得活下来。找你那东西还没走，3天之内还得来。你在家住3天，3天后不死，再想报仇的事。”风万里往前走了2步。张道峰为了救你，家里留了不少后手，最亲近的人会给你留最大的生机，也会给你留最大的谜团。能不能活命，看你够不够聪明。在我们这行，傻子没资格活。风万里说完，
人就走了。我第一反应就是跑，可脚还没迈出去就停住了。风万里不可能让我出这院子，肯定搁哪儿堵我呢。再说，我就算跑别处去，能躲过那只鬼吗？可我是真不知道我爸到底藏了多少秘密。可能有人觉得我不知道亲爹秘密挺可笑，可仔细琢磨琢磨，一点不可笑。父母会盯着孩子一举一动，再粗心的爹妈也能看出孩子变化。可当孩子的有几个能关注父母生活细节？我爸没失踪前，我也是，这得行。风万里说，最亲近的人会留最大的谜团，是让我破解我爸藏家里的秘密。那秘密到底在哪儿呢？我开始拼命回忆我爸生活细节，以前那些感觉不对劲的地方全涌上来了。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那风水先生，他说我家这叫乾坤照月局，这不是说反了吗？月亮在天上照天地，天地没光咋照月亮？应该是月照乾坤才对。我爸平时办事一板一眼，要真是他布的局，不可能弄反了，除非他故意布了个反局。那时候我也没学过风水，也不知道啥意思，只能上网查。刚打开电脑，就看见桌面上留个魁儿亲戚的文档。奎儿，当你看见这信，我估计已经出事了。有些事我本不想告诉你，但我不说也没人能说了。这世上只有我知道你的秘密。你一直奇怪我为啥给你起名叫张奎，应该也听人说过，孩子名不能带鬼或者跟鬼沾边的字，那些字阴气太重，命格不应的压不住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是那个命格特殊的，你的命是千年难遇的凶命。我不懂啥叫凶命，只能接着往下看。我爸在信里写，你出生那会，我师兄就要杀你，他觉得你阴气太重，将来必成祸害，会搞得腥风血雨，杀你就是救人。我为了保你命，背叛了师门。我师兄算了，不提他。我带你躲到这，是因为看中了天碑石镇压那具尸体。我把风水局倒过来，拿你头发指甲喂鸡，就是为了把你命格转那尸体身上。只有这招能给你改命，让你乐乐呵呵活下去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也没想到血月会突然出来。身为术士没算到这一步，是我学艺不精，我必须去补这个窟窿。我让你跑，是为了给你留条活路。那具僵尸一直在吸你的阳气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他早晚能找上门。你现在既然回来了，说明我那师兄也找来了。我师兄可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比起那具僵尸，他更想把你给宰了。你自己加小心。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我师兄肯定会把你困在家里，拿你当诱饵引僵尸出来，最后让你俩一块玩完。你别管那具尸体，我已经在家里给你留了条活路，但是我不能把这事写信上，因为你看我留言的时候，也有人在盯着你。自己去找那条路逃出去，逃出我师兄的眼皮子底下，也得逃过那具僵尸。爸，我这封信刚看完，后脊梁骨冷不丁冒出一股寒气，我背后好像站个人，这节骨眼上我家不可能有人回来，可是背后站人的感觉太真切了，我明明白白感觉到那人把手搭我椅子背上了。电脑屏幕上那句你看我留言的时候，也有人在盯着你，扎得我眼珠子生疼，真特么有人在看我。我按桌上的手偷偷往后挪，抓起键盘猛地往后一抡，数据线让我硬生生扯断了，手里半截键盘狠狠砸在椅子上，按键崩得满天飞，可我背后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攥着半截键盘，喘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。留言上说我爸给我留了活路，那路到底在哪儿？我爸咋一点提示都不给？我琢磨半天，突然想起来，我爸给过我那把匕首，我记得那匕首应该是一对，他给了我一把，还有一把应该在他屋里。我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才从书架后头把那把匕首抠出来。追我那鬼怕这玩意儿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费劲巴力想把匕首弄走。我拎着匕首跑回自己屋，我爸既然留了活路，那地儿肯定不起眼，还得方便我跑。想来想去，我家唯一古怪的地儿也就我自己这屋了。我屋有个后窗户，打开就能看见院墙，窗户跟墙也就不到半米宽，窗户两边都让我爸用青砖给堵死了，从窗户出去就是个死胡同。长这么大，那窗户也就开过2回，平时都拿年画糊着，就算进贼了，看见的也是墙上的年画，根本看不出来后头还有个窗户。连我也是，我爸换年画的时候瞅见过一次。我问过我爸那窗户干啥用的，他说那是逃命用的，要是碰上地震火灾啥的，你就开窗往外跳，咱家房子塌了也砸不着你。我冲进屋几下，把年画撕了，往外一推窗户，正好跟窗外的人影脸对脸，是我爸站在窗户外面。我爸脸上全是泥水，满脸的泥里还混着血，两眼珠子瞪得通红。别出声，我带你走，手给我。我壮着胆子把手递过去，对方一把扣死我左手腕，顺势往怀里一带，我整个人就往窗口栽。就在膝盖顶住窗台那一瞬，我反手抽出匕首，一刀捅了过去。7寸长的匕首连根没入他胸口，对方嘿嘿一乐，伸手抓住我右手腕，拼了命往外拽。匕首不好使了，
这下废了，我只能眼睁睁看他把我拽到窗口，身子刚探出去大半截，肩膀突然一沉，耳边紧跟着炸雷似的一声巨响，我眼前白花花一片。等再看清的时候，对面墙上已经多了个人形黑印，像是被火烧出来的。风万里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的，一把给我拽到旁边，自己对着那黑印说道：“滚回去告诉你主子，张奎的命归我了。”那黑影发出一阵鬼哭狼嚎：“我家主子要的人，你也敢抢？”风万里冷着脸：“这话让你主子亲自跟我说，你要不想带话，那就留下。”黑影厉声道：“我家主子早晚找他算账。”滚！风万里拎着我大步走出大门，风万里还是背着手在前面走，我还是一路跟在他屁股后头，走出老半天，风万里才开口：“你咋知道窗外那人不是张道峰？”我说：“我爸撵我那会儿急得火烧眉毛，哪有时间留信？那信应该是鬼写的，他怕你才让我想折跑，我要是跑出你视线，那就真死定了。”风万里沉着脸：“我一直没露面，你咋知道我会追过来？”“我不到啊，我实话实说，我不自救就得等死，我就想赌一把。”风万里哼了一声：“你怎么看那封信？”我想了想，里头大概真假参半吧。我觉得那上头说我爸给我改命这事儿是真的。我试探着问：“我真是失命？”“不是，是比失命还邪门的命格。”风万里冷声道：“你连自己能活几天都不知道，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等你能活下来，再操心别的吧。”风万里边走边说：“张道峰应该是找了个鬼神给你当替死鬼，追杀你那只鬼不过是个跑腿的。你既然跟鬼神通了气，他肯定得找你。你还是琢磨琢磨咋活命吧。张道峰这大傻子，一个儿子而已，有啥舍不得的？”风万里骂了一句之后就不吭声了，一直把我领进深山老林里，才在一座荒坟前停下，对着墓碑连拍3下。长满荒草的坟头很快裂开个口子，一双惨白的人手跟掀被子似的，从下往上掀开坟土，从坟里坐了起来。纸人，我连退好几步才稳住神。那纸人脸上除了眼睛，五官全是画上去的，唯一那双真眼睛却是最瘆人的地方，分明就是把活人眼珠子抠下来镶纸人脸上了。风万里跟我说：“把你衣服脱下来给他。”我照风万里说的把衣服扔给对方。那纸人穿上我衣服，还特意冲我眨了眨眼。风万里冷笑：“你还真笨得可以，明知道我要杀你，还对我言听计从。”风万里阴森森盯着我：“纸人穿了你衣服，就沾了你人气，你跑天边去，他都能找着你。别想跑，想活命就得弄死他。”风万里沉声道：“这纸人里封着9个恶鬼，这9个货个个心狠手辣，穷凶极恶，你得杀他9次才能彻底灭了他。杀够9次，他就不缠你了，少1次你都得死。你要杀不了他9次，他就杀你9次。放心，他杀你的时候绝对不会给你剁碎了，只要脑袋没搬家，我就能给你救回来。不杀够9次，我不会让你死。”风万里话锋一转：“放心，我这人玩游戏讲究公平，不会啥也不教，就让酒鬼弄死你。我教你1个月功夫，他就追杀你1个月，能躲过去，我再教1个月，躲不过去，这就当你坟头了。”风万里说：“那纸人能杀我9次，真是一点没跟我扯犊子。头一回跟纸人干仗，就被他活埋坟里了，我都快憋死了，才被风万里从坟里刨出来。那次风万里告诉我，打不过就得想招骗他，没劲还跟人硬刚，那是傻子干的事。”我想了整整1个月，第2回交手，纸人确实让我引进坑里了，结果坑没困住他，我自己反倒让他推下山崖，当场摔吐血。风万里一步步把我从山底下背上来，我这才捡回条命。那回我光养伤就养了3月，风万里就告诉了我一个理儿：别人说啥你就信啥，早晚让人玩死。你想玩脑子没错，但你得掂量掂量对方实力，不然你就是别人眼里的小丑，咋蹦的都是个笑话。好好琢磨吧，你还能活7次。我养伤那月，纸人天天来看我，变着法嘲笑我。起初我还跟他们对骂，时间长了，我就开始跟他唠嗑。那会我才知道，被风万里封纸人里的全是9个不同朝代的江洋大盗，个个奸猾似鬼，心狠手辣，每人都有看家本事。
我那点小把戏，在人家眼里连小孩过家家都不如。动物玩脑子，我都占不着便宜，就开始试着跟纸人身上的鬼魂套近乎。慢慢发现那9个大盗谁都有点故事，只不过从没人走进过他们心里。我花1个月跟9个鬼魂处成了哥们儿，可等第3回交手，照样被纸人毫不留情扔河里，直到我昏死过去，才让风万里捞上来。风万里冲我一阵冷笑，觉得跟他们拜了把子，人家就不杀你了是吧？朋友分很多种，别以为是朋友就不动刀子。特别是你挡人家道的时候，朋友翻脸那是分分钟的事，你自己好好悟吧。我想半天才琢磨过未来，那9个大盗跟我亮了底牌，却对自己的绝活只字不提，他们这是防着我呢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个更有意思的事，这9个货之间也不对付，互相谁也瞧不上谁。打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套那9个人的绝活，用老大的招打老三，再用老三的招打老四，这才躲过一次次追杀。风万里除了叫功夫，平时很少跟我说话，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崩一个字，但我越来越觉着他不是我仇人，他对我就像个严厉的长辈，话少手黑，但绝不藏私。可是我也发现风万里趁我练功的时候偷摸做木头人，那木头人做的那是相当细致，连关节都做得跟真的一样。直到他把9个木头人全做完，才告诉我，原来是1个人揍你，现在是9个人揍你，你可以等死了。我又让风万里给坑了。风万里这老小子说话算话，9个木头人当晚就开始追杀我，不到1小时就把我堵山洞里了。这回木头人真下了死手，竟然放火烧洞，大火把洞口封得死死的，我被憋里头插翅难飞。风万里赶到的时候，洞口石头都烧红了。风万里指挥木头人往火堆上浇水，烧透的石头被冷水击得噼啪乱炸。风万里不等浓烟散尽，踩着湿柴火就冲进洞里，用脚在地上扫了2下。张奎，给我滚出来！我知道你没死，别以为脏地底下我就找不着你了。风万里连喊几声没人应，急忙半蹲身子，抬手一爪抓进地里，半条胳膊插进土中，猛一发力，抓着我衣服领子往上一提，硬生生把我从土里拔了出来。风万里刚伸手试我鼻息，我猛地睁开眼，舌头底下翻出一根钢针，一口真气把针喷向风万里喉咙。风万里反手2指夹住钢针，针尖还是在他眉心扎出血点。我笑着看风万里，我赢了。风万里脸一沉，你没赢，我还活着，酒鬼也没死，啥时候把我们都弄死了，你就可以下山了。风万里起身往洞外走，我在身后喊了一句，这种游戏有劲吗？杀人永远是最有劲的游戏，想活命就杀我们，不然就是我杀你。风万里说完大步流星走了。那天之后，风万里他们好像真对我动了杀心，下手一次比一次狠，好几回都差点送我归西，我却奇迹般的挺过来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布好陷阱，等风万里上钩，酒鬼里的小七却以鬼魂模样现身了。那是我头回看见他本来面目。小七站陷阱边上来了句：“我们要跟厉爷出趟门，你能消停2天了。”我第一反应就是风万里又耍花招，小七却头也不回走了。没想到小七突然又跑回来了。厉爷说他要是3个月不回来，你就自己下山滚蛋。张奎，我说你也别怨厉爷，他不这么整你成不了顶尖高手。厉爷是故意让你怨他恨他，厉爷他其实算了，厉爷的事我不方便多嘴。总之厉爷是个讲究人，就是想让人恨他。小七啥意思？这是诈我呢？我想到了江湖险恶，却没想到风万里真走了。我自己在山上住了一段日子，开始惦记起风万里，就像当年惦记我爸一样。我足足在山上等了2个月，才把风万里盼回来。风万里回来了，酒鬼却没影了。我看得出来，风万里伤得不轻。我迎上去的时候，他却先开口：“我受重伤了，你最好趁我伤好之前动手，要不然你就没机会了。”隔老远，我都能闻着他身上血腥味儿。我不明白风万里当时看我的眼神，为啥带着一丝自嘲，还有一丝苦涩。可风万里连说话机会都不给，扭头进了自己屋。我分明听见屋里扑通一声有人倒地。风万里那重伤绝不是装的，风万里不想让我靠近也是真的。他在门口特意布了杀阵，他不让我进屋，我就把药和饭放门口，天天如此。风万里一开始压根儿没碰那些东西，过了3天，他把伤药拿走了，又过2天，他才开始动那些饭菜。我俩就这么心照不宣的耗着，直到半拉月后，风万里才出了屋，自己一个人下山了。等他再回来，手里拎了瓶酒，还特意整了几个简单的小菜。酒菜一摆好，他才把我喊过去，给我满上一杯。喝吧，喝了这杯，咱俩这缘分就算到头了。我支吾半天也没叫出口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你到底是不是我大爷？”风万里笑了笑：“其实你不用纠结这些，是也不是，
都不重要了，你叫我一声风万里也挺好。那是风万里跟我唠嗑最多的一回。说真的，刚见你那会儿，我真想宰了你。后来这一路试探着把你领回家，我突然改主意了。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，杀了怪可惜的，这才收了你当徒弟。现在我想教的都教了，把你扔江湖上，你也算是一流高手了。我也该去办点我自己的事了。你要还想杀我，今儿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攥着酒杯，我爸去哪了？我总觉得风万里知道我爸下落。风万里乐了，那得你自己去找，能不能碰上，看天意，也看你自个儿本事。我笑了。风万里这话等于告诉我爸没死，我跟风万里也不是仇人。风万里自顾自倒了杯酒。当年我让你扔铜钱定生死，5年后我还得让你自己再选一回。风万里沉声道：这回我让你选的是帮人还是帮鬼？我眉头刚一皱，风万里又开口了：我们这一门出去的弟子有2条道，一条专门帮人杀鬼，一条专门帮鬼杀人，看你自己咋选了。我试探着问：你选的哪条？我都选了，看心情。风万里笑道：帮人还是帮鬼，全凭我心情，反正都是做买卖，挣谁的钱不是挣。风万里话锋一转：不过你必须得选，你当年吞了鬼王舍利，等于半只脚踏进阴间了，所以你得选跟人近还是跟鬼近，你得选你将来要走的路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看天意吧。风万里似笑非笑看着我：当年我让你看天意的时候，你死活不干，现在长本事了，咋反倒要看天意了？我笑了笑，从身上摸出一枚大钱，手指顶着边缘往空中一弹，算成全你当初的想法吧。我和风万里谁都没抬头，直到铜板落桌子上，我俩才一起看过去。大钱背面朝上，钱眼里隐隐透着几分血光。风万里不由得吸了口凉气。这把不算，重来。风万里刚要伸手抓钱，我一把按住他手腕。天意就是天意，不改了。风万里看了我半天，才叹口气：你爸费尽巴力想给你改命，你自己非得把自己往原来的命格上推。那次是老天不让他改，这回是你自己不想改。你扔着卦象，不仅指向阴脉，还带着血光，这是你爸最不想让你走的路，还是重来吧。天意难违，何必强求？我谈钱的时候就说了，全凭天意。术士问天，鬼神见证，改不了风万里。想抓钱，就是要逆天而行，替我背因果。我不能让他这么干。风万里叹了口气，站起来，跟我走，拜祖师爷，入门出山。那是我这5年来头回跟在风万里身后。他老了，这短短5年就老了，那背影没了5年前的挺拔，甚至透着几分多愁善感。我宁愿他还像5年前那样大步流星，至少咱俩分开都没啥牵挂。可是他做不到了，我也做不到了。风万里把我领进个供着神像的山洞，恭恭敬敬给供桌上的黑白无常上了3炷香。祖师爷在上，棺材门阴阳一脉6代弟子风万里，带7代弟子张奎入门，求祖师庇护，过来磕头。风万里让我磕完头才说，阴阳一脉属于棺材门，但又不全是棺材门人。棺材门讲究开棺葬鬼，棺材就是法器，咱阴阳一脉的传人却没有棺材。你选了阴脉就不是葬鬼，而是在救鬼。人死了，并不是所有鬼都能顺利下地府，有的被术士镇压，有的迷失在秘境。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鬼救出来，送去地府，让他们轮回转世。风万里说到这儿，突然话锋一转，但是你去救鬼，就可能得破坏术士的禁制，或者开启某种秘藏，这就意味着你要跟术道为敌。你那大钱落地带着血光，这就预示着你将来肯定伴随着腥风血雨，大凶之兆啊！风万里说到这儿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也许刚才我该替你选。我淡淡一笑，你替我选，那还是我的人生吗？小兔崽子！那是风万里头回骂我。骂完之后，风万里从桌子底下拖出个箱子，拿出2条拇指粗的锁链。这是追魂锁，虽比不上祖师爷手里的神器，但也够你傲视江湖了，收好。风万里又拿出2把一黑一白带弯度的怪刀，说他怪是因为刀柄全是手骨形状，乍一看就像是在没肉的人骨头上接了2把刀刃。这2叫白昼子夜，以后就是你的兵器，这是用鬼神手骨打的。
也是咱阴阳一脉镇山之宝，好好对他们。风万里最后拿个像钵盂的东西放无常向前，这是祖师爷传信的家伙，每逢初一、15，把符纸放钵盂里点了，祖师爷会派鬼差给你派活，你照鬼差吩咐把魂带回来就行，听懂没？我沉默一会儿才说，祖师爷神通广大，手下鬼差阴兵无数，为啥不自己去找？风万里说，这我也说不清，毕竟谁也没见过祖师爷，而且阴阳一脉就出过俩阴神传人，你是第2个。我们都不选阴神这脉，是因为阴神一脉只能由半人半鬼的继承，你不动阴气是人，一动阴气就是鬼，你是最合适的。可我不想，算了，命中注定的事多说没用。我又问，那我能杀鬼吗？风万里沉默一下，随你心意吧。这世上规矩多，不守规矩的更多。老实巴交的人混不了江湖，凭良心办事就行。风万里没等我说话，接着道，一会儿我就走了，你自己搁祖师像前跪3天，祖师爷会给阴神一脉另传一套功法，你得好好学，那是你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。我走了，你好好待着，地上那堆留给你的念想。我回头一看，地上多了张银行卡，还有一个棺材盖形状的吊坠。我爸当宝贝那吊坠是个没盖的棺材，风万里留下的却是个棺材盖，这俩合一块正好是一口整棺材。风万里没给我验证的机会，大步走出山洞。你得赶紧成长起来，当年想杀你那鬼神不会给你太多时间，最快5年之后就会找上门，你自己当心。我转头喊，你带酒鬼出去是去找那鬼神了？不对，你是在替我挡灾，你受伤是为了给我争取这5年时间。风万里不知道我爸去向，说明他没找到那鬼神，肯定是鬼神顺着魏找来了，风万里才带着酒鬼下山迎敌。风万里笑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我冲着他背影深鞠一躬，师傅，江湖珍重。师傅身子微颤了一下，又挺直了，大笑几声，扬长而去，只留给我一个挺拔的背影。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安心，别惦记他去哪儿。师傅这人怪得很，总爱用别扭的方式表达自己，就像这回，明明千里迢迢跑来救我，非说是来杀我的仇人，因为他不想，也懒得跟我解释。我出师的时候，他还是用个棺材盖子给了解释。他跟我爸师出同门，也许他真不是我爸亲师兄，只是同门，也许是因为性格原因，跟我爸有